今天我们来讲 Python。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节目但是我们当时是用 Python 在 Windows 上做一些批量建站的一些脚本。那有些小伙伴呢是非常依赖 Python 环境的 ，Python 环境呢也是深度集成在我们的 Linux 的发行版的系统当中所有的 Linux 它默认都会安装 Python， 深入骨髓在 Linux 整个生态里了。所以很多软件都依赖于我们的 Python， 比方说我们的 Docker、K8s、Heroku 这些等等，很多底层的软件，它们其实在底层下面都会或多或少会用到 Python， 对 Python 的一个依赖是比较敏感的。有些小伙伴说，我升级到最新的 Python 了以后，我的发行版太新了，我的 Python 可能有些不兼容，模块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导致我的程序无法启动。防暴力破解的那款工具体现出 Python 的版本的一个重要性。搞过开发的小伙伴对这方面的东西都应该比较敏感。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来聊聊如何让我们的 Python 的版本自己可控，而不是依赖于发行版，依赖于某一个包管理工具，导致我们的 Python 版本呢无法降级、无法调整的一系列问题今天都会解答。而且我们今天是多个系统 CentOS、Debian、乌班图还有我们的 Alpine Linux 这4个系统我们今天都会讲到。那我们今天的演示呢就拿 Debian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连接到这台服务器上，在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装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它当前的一个 Python 的版本。这一个命令就查询 Python 的一个版本号，如果这个失效的话，就证明你当前的 Python 的版本是比较高的，需要我们在 Python 后面要加一个3，再去查询它的版本号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查到我们当前系统使用的版本。好，有了版本号呢，我们对自己当前的一个环境有了一些了解。有些程序呢它是需要低版本的或者更高版本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基点上进行切换和调整。更新一下系统，我们是Debian乌班图系的，我们就使用 apt 这个包我们去更新一下，并且安装一个 git。 这个有些系统呢它是没有的，上面是 CentOS， 下面是 Alpine Linux 的。我们安装好，回到这边，这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个管理器，我们到它的官网去下载它的一键脚本，并且执行这个脚本。好，粘贴进来，回车，它就已经安装好了。我们需要给它配置一个变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件下进行配置，所有系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变量其实都被注释掉，我们在后面加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一串复制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具基础命令的一个变量使用。我之前的脚本有部分版本就是用的这种方式，但是后来我改了。我们 Ctrl+X+Y 回车，保存好以后呢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加载一下，加载好，我们再使用这个查询 Python 管理器来看一下它当前的一个版本号是 2.4.3，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前最新的一个版本。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应系统了，这个是 CentOS 的，稍微复杂点，要装 OpenSSL 的一个重新编译的一个版本，这边会多一些步骤大家只要无脑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我们因为是 Debian 和乌班图，我们就用这一串是在做什么？是装一些编译所需要的依赖，有了这些依赖你才能编译对应版本的 Python， 它就会一通装。所以我们还是使用编译的方式来装我们的 Python。 像我们今天说的 Python 的管理器呢，它其实也是在做编译项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再 make 了，我们不需要再自己手动编译，它是自动的，根据版本对应情况它自动给我们对应的编辑，会更简单傻瓜一点。当然有小伙伴有更好的方式，欢迎留言分享我在这边呢只是找到了更适合我或者说我认为比较简单的方法。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依赖也装完了，我们 Ctrl+L 一下就要看一下这个 list， 就会列出我们所有的 Python 的一个版本。它这个管理器呢里头包含了早期的2点几的版本都是有的，包含我们最新的 3.12， 还有我们正在测试环节的 3.13 和 3.14， 全版本覆盖的管理器。这是我们查看它的一个版本，还有很多进阶的像这些，那我现在还没涉猎，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是非常强大的
一款开源工具。我们继续清屏幕，可以去装对应的版本。目前的版本最新的是 3.12.4， 可以去装任何的你刚才在列表里看到的那些版本。你说啊，我的环境是运行在 3.10 的环境下，不管是 3.10 点几，如果你这样输入的话，它就是找最新的版本给到我们啊，我们可以回车一下试一下。它下载的是 3.10.14 啊，14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我们不需要了解后面的版本号具体是多少，除非你有特殊需求。但是一般来讲，大家的环境呢，只要大版本 OK 就可以。一般它大版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导致你很多依赖服务啊，可能都用不了。这个呢，需要大概花个5到10分钟的时间。根据你机器的一个性能来决定的。如果你 CPU、网络这2个环节强劲的话，那它的安装速度就非常快了。看不到具体的一个进度，它只能告诉你它正在安装，等待它编译安装完成。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已经输出我们的版本号以后呢，就表明我们已经编译安装好了。现在安装好以后呢，我们还没有正式全局应用在我们的系统。它只是准备待发，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命令让它全局应用啊，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把对应的版本给应用，说它可以支持同时有多个 Python 的一个环境，让你随意的进行一个切换。我装了12、11这个版本，10这个版本，你可以用这个命令在这几个你已经编译安装的这些版本中无缝的切换，这是这个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便利。当然有些小伙伴呢不一定会这么用，所以我们就是全局让它应用。我们需要复制这个，右键进来，好，点回车，这样的就已经应用了。那我们用下面的这个命令，那相对应的程序你就可以跑在这样的一个 Python 环境下了。我之前装了一个 3.12 的，人家直接说你的版本太高了，所以很多应用对 Python 的依赖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当初他们很有可能某个模块就一直在沿用，到后期 Python 可能弃用了这个模块，那他们的相对应的程序可能就跑不起来了。所以我们的 Python 环境呢，已经融入到 Linux 的骨髓里了，程序可能都会或多或少依赖于 Python 的一个环境。我们如何去把它给它卸载了，我们不想要了，你可以用这一行命令，是删除所有的。如果你编译安装了很多个版本，它会把所有的版本全删掉。右键进来回车，看到了吗？它已经把这个给清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已经找不到了，它就已经删掉了。那我们再用后面加个3看一下这个环境，它已经就还原到当前自己系统版本了。如果有些小伙伴觉得这种手动操作的这么多命令比较麻烦，欢迎大家使用科技蓝的一键脚本，那这才是主旋律。运行这个一键命令，我们来到13系统工具，来到4，之前4是只安装到最新版本，那后来有很多小伙伴要求说我要自定义版本，可不可以？那今天就给大家实现了。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一个原理，手动的，现在呢我们就全自动的，看有多么强大。然后它会显示你当前的一个版本情况，会推荐一些版本让你去选择。如果这里头没有你想要的，你可以点击这个到 Python 的官网去了解当前有哪些版本。有可能你只要这种小版本，去找对应的版本就可以了。3.11.6，我们粘贴到我们这边我们的版本号就要这个。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回车一下，它就自动的去编译安装了。你只要输入一个版本号，你的系统就会装对应的，进行无障碍切换，你不需要懂任何代码。当然，能切换 Python 版本的小伙伴应该对这个敲代码没什么门槛。尽管如此呢，我这边还是为大家省去了不少的时间和编排，不需要再复制命令、再记命令，只需要一个工具一键搞定。那我这边是为什么直接它就开始编译安装了？是因为我这个脚本呢监测到了你当前系统里有特征，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程序，所以它就不装了。它知道你已经
经装过了。大家可以翻阅我的脚本中的这一段来了解具体的一些内容，判断你有没有在你的配置文件中特征参数，如果有的话跳过整个这一块开始进行编译，如果你没有的话它就分系统了比方说 CentOS， 如果你是 Debian 和乌邦图的 APT 的包，那你就会把这些依赖安装。Alpine Linux 的话，它就走 APK 的包，要用到的依赖全部安装好。整套脚本呢非常简单，一气呵成。切换版本完成，我们刚才输的是这个小版本的我再选择4，我想要一个老一点的版本 3.8 的这个版本，那你复制，右键进来回车，又去编译安装老的版本。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Python 环境各种无缝版本之间的安装切换的操作，也希望对大家在工作、学习、娱乐、生活当中都有所帮助。因为 Python 呢，我觉得它是更底层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们未来可以着重钻研的研究的一些东西。那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